knockout! He's knockout! Oh my God! 210 stop! Make it faster! And he is finished! 相信很多拳迷第一次看到猿人的比赛，一定会被他打法所震撼。这个男人也太残暴了，甚至在他的身上你能看到最原始的格斗。没错，这就是猿人的格斗信条。别人来到擂台单纯是为了参加比赛，而猿人来到擂台就像是为了报夺妻之恨的。这一招叫做颜面践踏，是猿人最喜欢的进攻招式。它有着最残暴的侵略性，也有着最惨不忍睹的观赏性。根据猿人自己介绍，这一招是他曾经在街头打架中最拿手也是最好用的招式之一。是的，擂台上的猿人总是喜欢把各种残暴招式一股脑的全部朝对手丢去。说了好听一点，这叫与生俱来的野性；说了夸张一些，只要把猿人放进擂台，那是既分高下，也决生死。正因为这不要命的打法，也让他成为了残暴的代名词。无论是重量级还是轻重量级和重量级，无论对手是狼人杰克逊还是补刀狂魔丹亨德森，再或者是左腿妖刀米尔科，在猿人的眼里，他只信奉一个真理：干就完了。今天的这期影片，大师也将带你回到过去，感受老派拳手的独特魅力。他是如何从裸拳比赛到兵荒马乱的破坏的擂台，又如何在中量级用最残暴的冰冷铁拳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1976年7月3日，万德雷·席尔瓦出生于巴西库里蒂巴。和很多格斗明星一样，猿人的生活环境不是丰衣足食的家庭，而是贫穷和混乱的街区。父母需要打上好几份工，才能养活家里的一群孩子。在环境的影响之下，小时候的猿人十分调皮，学习成绩自然也不是很理想。那个时候的猿人又瘦又小，但他在和同学的打架中，总是能打败那些高大的孩子。直到13岁的一年，喜欢争强斗狠的猿人加入了当地的一家武术学院。曾经在70年代时，一位武者将泰拳技术带回到了巴西，并定居在库里蒂巴市。再到1978年，他的徒弟费德里格创立了这家以战力为主的学院。除了猿人席尔瓦之外，将军胡阿、蜘蛛席尔瓦都曾在这里训练过。经过正规训练之后的猿人也逐渐展现了他的格斗天赋。他永远都是训练馆里训练最刻苦、实战最积极的那个学员。当他每天训练结束之后，鼻青脸肿地坐上公交车时，周围的那些路人总是会像看待怪物一样，但对猿人来说，这些诧异和疑惑的目光早已经是每天的家常便饭。96年11月，20岁的猿人正式出道。他和其他的格斗选手不同，猿人早期参加的比赛是最接近实战的裸拳比赛，也是规则最开放、真正意义上的无限制格斗。初来乍到的猿人就像是擂台的愣头青，只要他挥舞起拳头，几乎没有对手能抵挡住进攻。多年的站立技术打磨，也让猿人在超近距离时总能出其不意地打出伤害。干脆利落的肘击就是结束比赛的神来之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猿人的兽性逐渐养成，在擂台近乎疯狂的打法，也让他得到了绰号“疯狗”。毫无章法可循的拳路，将杀手本色一览无余。但是这些也只是故事的开始。甚至在猿人的裸拳时期，有了对手为了把他扳倒，多多少少还带了点巫术。比赛开始前，对手就来势汹汹，手里捧着一颗头骨法器。但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天不怕地不怕的猿人用自己的双拳一拳接一拳地打破了迷信。这晚的比赛，猿人要连过3关，前面遇到过2位对手，都在首回合轻松解决，随后就马不停蹄地进入到决赛。猿人的火力全开模式，一开局就把进攻的属性点满，甚至脑袋都成了进攻的武器。尽管对手的表现始终无法扑灭猿人的战火，但这场比赛的结果却因猿人没攻不慎开裂而遗憾地和冠军失之交臂。甚至到目前为止，没攻上的这道伤口还在猿人的脸上挥之不去，这也让他恶狠狠的面孔显得更加凶神恶煞。此战之后没多久，这位巴西狠人就满血复活，他依旧手段残忍，势不可挡，对手满场狂奔，吓破了胆，猿人却毫无半点怜悯之心，最终用一招足球踢直奔后脑结束了比赛。Essa joelhada é sentido. E soco aí, rapaz. Acabou. 通过猿人出道时的表现，你就可以感受得到，锅头撞膝和足球踢早已经被他融入到血液里。凭借这些凶狠的招式，也让他在99年拿到了 IVC 轻量级冠军。同时，猿人在赛场的精彩表现，也获得了斧头杀手的霸气绰号。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猿人是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才从 Pride 转到 UFC 赛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猿人早在99年就曾在 UFC 擂台征战，这是 UFC 在巴西的比赛，而此战的对手也是未来大名鼎鼎的维托·贝尔福特。当时的贝尔福特有着最快的速度，并且在 UFC 第12期就已经加入了这项赛事，甚至打出了5胜1负的成绩。唯一的败绩还是在重量级争夺战中输给了冠军兰迪·库卓。而这一战的贝尔福特将会用电光火石的拳速为初来乍到的猿人上一课。首回合只用了44秒，贝尔福特就用密无雨点的双拳一拳接一拳地击穿了猿人的防线，这也是猿人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的首次惨败。转眼来到了1年之后，猿人又回到了八角铁笼，在 UFC 第20期对上了摔跤手佩塔拉。这是一场摔跤和泰拳的较量。比赛开始，对手又展开了抱摔，猿人在防摔成功之后，用出了自己的看家绝学孤头撞膝。对手哪见过这等架势，只需要轻描淡写的一记重膝，就轻松放倒对手，赢下了比赛。也是在这一年，猿人签约了 Pride 赛事，成为2家赛事的双休选手。直到2000年的 UFC 25轻重量级的冠军争夺战中，遇到了坏小子蒂托，双方在打满5回合之后，猿人点数的方式落败。此战之后，他离开了 UFC， 把自己的事业重心放在了更擅长的4边擂台。再回到 Pride 没多久，就遇到了氢弹之拳丹亨德森。这场比赛刚刚开始，猿人就凭借着一阵乱拳，快刀斩乱麻的击倒了丹叔。双方都是以凶狠著称的选手，动起手来那真叫一个不留余力。Right hand by Vanderlei Silva. Dan shooting in, good deep to the inside. Anderson chopping away. Vanderlei throwing up another by Vanderlei. I don't know if it landed. What a business. 5个回合的拳拳到肉，猿人逐渐掌控了局面，残暴无比的颜面践踏也让丹叔彻底的陷入到被动。最终，猿人在激烈的火拼中以一致判定的方式赢下了比赛。在干掉丹叔之后，猿人遇到了日本格斗家樱庭和志。此时的樱庭和志可谓是风头正盛，他凭借着一己之力赐予格雷西家族最难忘的团灭。曾经 UFC 早期冠军罗伊斯·格雷西更是被他打到毫无还手之力。从此武林多了一位格雷西猎人，但我们的斧头杀手将会让他彻底明白什么叫做一物降一物。首回合刚一开始，猿人快速拉近了距离，乱拳狂轰和孤头撞膝也让对手不自觉的毛骨悚然，只能走为上策，避其锋芒。接下来猿人趁热打铁，火速追击，但却在换拳的过程中被对手精准命中，一拳打跪。经验老道的猿人立马用缠抱稳住了局面，甚至没过多久，恢复元气后的猿人再次发动了第2波进攻。孤头后的控制技能让对手感到极其难受，拼了老命的疯狂挣脱，对手做梦也不会想到，挣脱并不代表了万事大吉。下一秒等待他的却是猿人狂野的抡拳，被击中后的对手跪在了地上，但猿人又怎会放过到手的猎物？猿人把全身的力量压在了对手的颈部，用粗壮的膝盖疯狂撞击，对手拼尽全力想要爬起，愣是把一场格斗比赛打成了残暴无比的世界杯。最终，猿人的足球踢脚起刀落，18万5亿将对手踢了个底朝天。裁判终于叫停了比赛，整个体育场瞬间沸腾。被打爆了樱庭和志也是一脸茫然，垂头丧气。不过这一战只是开始，此后的猿人如同一场噩梦，无时无刻的支配着樱庭和志的恐惧。来到 Pride 赛事，猿人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并且逐渐的开始向外界展现出他强悍的夺冠能力。短短7个月之后，双方约定了2番对决，不光是樱庭和志的复仇战，也是双方剑指冠军的争夺战。这一次对手改变了战术，不再和猿人互拼战力，而是要将死敌带入地面，用最擅长的方式征服难题。首回合开始，猿人刚刚踢出扫踢，就被对手逮到了机会，接腿之后直接改为抱摔。但让对手没有想到的是，猿人的下位击打比自己的上位压制还要狂，不仅无法完成降服，还反被猿人一脚踹开。Boisterous. Whoa, knees to the body, knees to the head. Vanderlei opening up, and Sakuraba diving. She's gonna get hurt. Oh, almost there. Oh, Sakuraba took a right hand there. He remembers. Oh. 随着比赛越演越烈，樱庭和志再次等到了机会，在猿人起身的一瞬间拿到了站立断头台的把位，但猿人却用最暴力的方式开锁，
只见猿人把对手连根拔起，整个人举过头顶后摔在了地上。下一秒成功开锁，猿人也顺势拿到了上位，双方一直缠斗到回合结束。但就在猿人起身之后，樱庭和志看了看自己的肩膀，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锁骨的位置有明显的错位。最终经过现场医生的确认，樱庭和志的锁骨出现了骨折。这场至关重要的冠军战，樱庭和志因伤落败。猿人经过5年的南征北战，终于拿到了首条具有含金量的冠军腰带。有人欢喜，有人愁。登上生涯巅峰的猿人和捂着肩膀的樱庭和志，也形成了一道强烈的对比。巅峰期的猿人有多恐怖？在成为重量级冠军之后，猿人也开启了卫冕之路。日本摔跤手前来挑战，他只需要控制对手的颈部，就能让对手的魔法瞬间失灵。甚至打了比赛的后期，对手只敢躺在地上，龟缩着身体猥琐发育。但在猿人大力出奇迹的扫踢下，对手的双腿已经被踢成了火腿。最终，猿人组合拳连击打退对手，过头后的撞膝直奔面门。这套连招让对手瞬间鼻梁断裂，止不住的鲜血也染红了白色擂台。胜负已经是高下立判，裁判也出面叫停了比赛。这就是猿人骨子里的残暴，你永远不知道这头野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折磨对手。很多次比赛结束之后，对手被他折腾得面目全非，而猿人这边尽管也会有轻微的擦伤，但留给观众最深刻的就是狂到骨子里的笑傲风月。在这个阶段，就是猿人的个人表演时刻，带着双拳和双膝，带着战斗至死的野兽之心，干就完事儿了。他从不惧怕任何人，也从不惧怕任何高手，甚至是战警米尔科。双方的初次交手中，猿人也能和他打个平手。要知道，在双方的体型上是有着一段不小的差距。178公分的猿人只有中量级的身躯，而188公分的战警则是实打实的重量级配置。但猿人却顶着压力，不仅和战警打满了全场，最终还以平局的方式收场。2002年11月，他遇到了日本选手金元宏光。虽然是摔跤手出身，但是在冠军猿人面前，他的出现无异于送人头。首回合开始，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主动和猿人互换重拳，但是就在下一秒，猿人的后摆拳精准命中，对手就在起身的一刹那，猿人的扫踢已经准备就绪，瞬间出腿踢翻了对手。接下来，猿人在算准距离之后，一记近距离的上勾拳，再次让对手坐在了地板上。躺在地上的对手早已经是回天乏术，猿人残酷且无情的颜面践踏，将对手死死地踩在脚下。最终，对方的团队当机立断，主动扔出白毛巾躲过一劫。就是如此轻松，就是这么无解。在卫冕冠军的道路上，猿人是神挡杀神，魔来斩魔。屡战屡胜的猿人正在享受着冠军的快乐，而另一边的樱庭和志却对之前的落败耿耿于怀，甚至就连做梦都想亲手赶走心中的梦魇。2003年8月，双方迎来了3番对决。经过这次的破釜沉舟，也让樱庭和志在心里彻底放弃了复仇的念头。Yep, if he can be small. Whoa, look at this. Oh, left hand to the face. He has some blood. Oh, nice kick to the body. But Vanderlei. Oh, you gotta watch out. Oh, good left hook. One is going to land. But these knockout. And He's knockout. 猿人的出拳快如闪电，看准时机后的前后直拳，就让樱庭和志当场挺尸。如果说樱庭和志凭借着诛杀格雷西家族被格斗界称为格雷西猎人，那么猿人前后3次用残暴的手段摧毁樱庭和志，也完全算得上一物降一物了。这一战也为这对冤家亲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接下来，猿人席尔瓦将会迎来职业生涯中最漫长也是最记忆犹新的真正宿敌。一个人在冠军的位置上坐久了，就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想要推翻江山并取而代之，而这个人的突如其来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不仅促成了4场禽兽大战，也成了猿人职业生涯里最为经典的完美宿敌。狼人昆顿·杰克逊，他出场嚣张并且十分的残暴。摔跤手出身的狼人总是喜欢在比赛的时候把对手举过头顶之后，再重重的摔在地上，也让对手在看到他之后心里不由得打个冷战。2003年中量级大奖赛，双方在风起云涌的竞争中一路杀进了最后的总决赛。这也是命运的安排下，猿人和狼人的首次碰撞。比赛刚一开始，狼人就发动了抱摔，但猿人却在控制狼头后面不改色的稳坐钓鱼台。随后双方进入了地面缠斗，此时狼人已经是兽性大发，不断用粗壮的膝盖疯狂撞击猿人的头部。但当双方再次回到战力之后，猿人也将让狼人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膝法。right into the head. How is Rampage staying in there? No idea.
Unbelievable. Look at Smiled at him right there. He is. Vanderlei smiling at him. And that is it. That is it. Vanderlei Silva with just a series of blows. And now the two are exchanging the respect. 猿人用出了看家绝学，一边玩命的撞膝，一边狰狞的微笑。昔日凶猛的狼人，此刻已经被拔掉了狼牙。或许比赛前狼人也知道他会用这一招，但自己却根本招架不住。谁又能想到身材更加高大的狼人竟然会被猿人轻松完虐？猿人也通过这一战拿到了当年的大奖赛冠军。如果你觉得这就要残暴，我只能告诉你，猿人的凶残还远不止此。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他对上了日本选手。首回合的比赛当中，猿人以难以招架的乱拳打了对手无路可逃，最终对手在逃跑时慌不择路，被猿人一拳击倒在地。接下来才是残暴的开始，猿人用罕见的颜面践踏，无情地将对手的身体以及那拳手最后的尊严按在地板上疯狂的摩擦。对于猿人来说，这样的打法简直杀疯了。可对于对手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就连场下观战的狼人看到这精彩的画面之后，也不由得站起身来，为老对手献出了掌声。跃跃欲试的狼人恨不得自己再上去干一场，于是双方的二番对决在2004年正式打响。当双方来到第二回合，狼人刚想挥拳进攻，但猿人的反应更快，闪躲之后迅速打出反击。眼看着狼人萌生了退意，猿人知道决定生死的时刻到了，他快速双手箍头，野蛮粗暴的膝盖像一把夺命战锤，一锤接一锤的抡向了猿人。既然野狼已被制服，那比赛就该结束了。猿人放开双手的一瞬间，狼人已经是鲜血四溅，只差一点就被扔出擂台。此时大获全胜的猿人已经来到了生涯的巅峰，连续18场比赛无一败绩。但这个男人的突然出现却将这一纪录彻底推翻。他就是 K1 大奖赛的冠军，来自萨摩亚的马克·亨特。虽然这场比赛中猿人多次被重拳击倒，甚至还要承受马胖的泰山压顶，但最终双方却打满全场。马胖以分歧判定的方式获胜，但猿人却虽败犹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一场公开量级的比赛，俗称强弱不等赛。虽然双方的身高都是178公分，但马胖的体重为280磅，足足比猿人重了80磅。猿人不仅能打满全场，还能把马胖揍出鼻血。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活，或许也只有猿人敢接了。一向顺风顺水的猿人，或许做梦也不会想到，2006年将会是自己的不幸之年。先是和战警的二番战中被左腿摇刀精准爆头，瞬间倒地之后头皮炸裂。又是在和丹叔的二番战中，不仅没击重拳彻底击沉，还被氢弹之拳无情的补上一刀，最终丢掉了卫冕6年的冠军腰带。随后 Pride 被 UFC 收购，猿人也和其他选手一样，不得已投入到后妈的怀抱。7年之前的猿人从铁笼来到了4边擂台，而7年之后的一次变故，仿佛是老天向他开了一个玩笑。回到 UFC 的首场比赛，就对上了前轻重量级冠军冰人查克利德尔。这场昔日王者的碰撞，一边是天雷，一边是地火，更是两大赛事的巅峰对决。几个回合下来，猿人也成了血猴子，鲜血逐渐染红了战场。猿人引以为傲的疯狗拳，也拿冰人的流线拳毫无办法。双方不认输的王者之心，更是把每一次出招发挥到了极致。比赛的节奏紧张到窒息，谁都知道这场比赛的结果将决定双方的历史地位。铃声响起，双方打完了全场，谁都无法做到终结对手，这也为现场的拳迷献上了一场精彩好戏。最终，冰人以一致判定的方式赢下了这场对决的胜利。此战之后，江湖上也流传了一段佳话：猿人克狼人，狼人克冰人，而冰人又回过头来完美的克制了猿人。提到曾经的手下败将狼人，想要复仇的火焰在他的心里从未熄灭。
虽然曾经2次输给了猿人，但他无时无刻的都在打磨自己锋利的狼牙。既然曾经的赛事已经倒台，那就在这个八角铁笼里续写我们的宿敌恩怨吧。His technical boxing skills have improved greatly. Nice leg caught Vanderlei down. Vanderlei came in. 在比赛的首回合，双方在轮换拳过程中，狼人防守之后打出了一记上勾拳，这一拳要了猿人的老命，失去意识倒地之后，还要承受着补刀之痛。当年对狼人有多残暴，这一次输的就有多彻底。或许是来到新的战场，也面临着更加保守的规则，也让猿人这头猛兽就像是戴上了一层枷锁。在对战爵爷比斯平时，击倒对手之后，本能的用出足球踢，但是规则的限制却让他在空中及时收腿，最终通过判定的方式赢下比赛。如果换作曾经的比赛规则，这一战的结果必定 KO。加入 UFC 之后的猿人再也没有往日的霸道，9战5负的迷失表现，也让他的理想和抱负逐渐落空。2013年的猿人因为在比赛前拒绝了药检，得到了终身禁赛和罚款7万刀的处罚。虽然在2015年时法官推翻了当年的判决，但斧头杀手的身影也消失在了 UFC 战场。直到2018年9月，猿人出现在 Bellator 赛事，而他即将面临的对手竟然是昔日的宿敌狼人。从2003年的初次碰面到2018年的收官之战，15年的恩恩怨怨，2胜1负的交手记录，或许也该在迟暮之年为这一段爱恨情仇亲手做个最后的了断。这一战双方来到了重量级，猿人的腰粗了一圈，狼人也变成了肥狼。尽管双方有心再战，但也难挡灯枯油尽的疲态。而比赛的结果，猿人输了，还是熟悉的一拳终结，还是熟悉的无能为力。4场比赛双方各胜2次，最终这对15年的宿敌用拥抱的方式一笑泯恩仇。或许猿人打斗风格更适合规则全开的野路子，更适合真正意义上的无限制格斗。擂台上燃烧自己的疯狂，也让猿人在台下伤病缠身。或许你不曾知道，这样一位勇敢的斗士，在生活中却是伤痕累累。曾经在一场比赛中被对手踢碎了鼻梁骨，他只能用肋骨中的软骨为自己重新做了隆鼻手术。甚至现在的猿人已经有了慢性创伤性脑病，但猿人却表示无所谓。如果医学有这方面的需求，自己可以捐出大脑用于研究。猿人的人物故事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他从贫民窟走出来，靠着最原始的格斗风格，一路打拼成中量级的传奇。他或许并不完美，但却有着振奋人心的勇敢。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对生活的态度，猿人好像从来没有怕过。或许在他的内心真的住着一头凶猛野兽。虽然他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但在破爱的时期的重量级，他就是神一样的猿人席尔瓦。好了，感谢观看本期视频，关注格斗大视野，带你观看更多精彩格斗。Vanderlei smiling at him, and that is... We were never apart. Way too young, way too